谢谢你，帮我完成了一次任务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来跟你解释一下。那天就算你没有来，那我跟乔安，所以不用解释了，真的不用给解释，真的不用解释给我听。你不用发挥你那个想象力，好吧？真的没事。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个特别重要的一部分，显然我是想错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俩谁离开谁都可以过得挺好，至少你离开我可以过得很开心很潇洒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重要吗？我好像是你生命中、你生活中的一个附属品，是你任务栏上一条又一条的记录，我只是用来你满足你一次又一次打勾勾的那种快感。是吗？不是吗？既然你真的是这么想，那我们就按照你说的吧。你真的就暂时分开一段日子，都各自好好想想吧。你帮我解除掉一切和洛天有关联的项目，各种缴费，还有那个保险啊。信用卡的还款啊，分期付款，总之一切和他有关系的，能解除的都解除掉。哎，你帮我在安源路附近找一套公寓吧，啊，小一点的，便宜点的。木子，如果你的离开和辞职是因为我和洛天的关系的话，我今天当着 Mr. 的面，我再重新说明一次，我和洛天的交往是再正常普通不过，我们是坐在一起聊天而已。难道你还想让我等到你们躺在一起聊天啊？两个都给我闭嘴！我现在听了半天，我是听明白了。原来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，跟 Beauty 是完全无关。我想告诉你们，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一概不感兴趣。一个男人，两个女人，最混蛋、最不靠谱的，就是那个像缩头乌龟一样的男人。木子啊，一本杂志，他今天能办到这种程度，他倾注了你所有的青春。你要走。你要去别处工作，你这不是跟我赌气，你是什么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可以继续放你的长假，让你去疗伤。我不同意你去那个杂志当什么执行主编。对不起 ，Miss Dunn，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。Joanne， 我把 Beauty 让给你做了，希望你好好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 Beauty 做得更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Beauty 不是天生好卖的，是因为有我。就像洛天今天能够得到你的注意力，也是因为有我。Beauty 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那么我也知道我怎么会把 Queen 从零开始做到销量第一。别在我面前提 Queen， 我告诉你，这才是一个自大轻狂的名字。他能跟我们的 Beauty 比 ？Beauty 永远是那么迷人，她永远是那么的优雅。不过 Beauty 取悦他人，所以其实容易随波逐流。但是 Queen 不一样。Queen 取悦自己，充满个性，我其实蛮有信心的。哎，夏冰，你来了。
Miss Dunn，主编，你休假回来啦？啊，你们有事，那你们先谈。我先走了。夏冰，进来吧，我们等着你呢。小平，请坐。夏冰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知道你很想回到 Beauty 来工作，我也对你非常欣赏，我也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员工。我跟 Miss Dunn 提起过你的，我对他做过深入的了解。在他帮木子做助理的时候，他非常有想法。没错，乔安在我面前多次提起你，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就很不错。欢迎你回来，做乔主编的助理。乔主编，那李主编呢？就在刚才，他辞职了。我怎样挽留，也无济于事。对李主编的离开，我们都非常遗憾。不过他自己好像也另有打算，应该很快吧。他要去做一个什么小杂志的执行主编。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事变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恐怕我没有办法回到 Beauty 了。我是李主编一手带出来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到现在还是个浑浑噩噩的小前台。我想，我要先跟他聊一聊。乔安看重你，但是我更需要你。回来吧，我会给你开出比以前更好的条件。对，你再考虑看看。在我没和木子聊过之前，我想我不能答应你们，对不起。你看看，我怎么就没有一个像夏冰这样一个福祸相依的伙伴呢？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谁跟谁还能福祸相依，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对他的诱惑还不够大罢了。小冰，主编，生日快乐！这个蛋糕太漂亮了，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。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我想回去工作，是怕你会笑话我。之前你那样挽留我，我却坚持要走，现在却灰溜溜的回来了，对不起。你用不着跟我道歉。真的，你愿意再回到 Beauty， 说明那个地方还是很能留得住人心的。我已经拒绝他们的邀请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去了 Queen 啊。你要是觉得我还能做些什么的话，带我一起去吧。实话告诉你 ，Queen 那里什么样的状态，什么样的发展，我还真说不好。现在把你带过去，你的日子会相当难过的。有您主编在，我怕什么？小兵啊，你听着，交情是交情，工作是工作。你告诉我你为了我，你回绝了Joanne，回到 Beauty， 其实我心里是蛮感动的。其实你回到 Beauty 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那里有你熟悉的工作环境，熟悉的同事，而且大老板 Miss Dunn 对你留印象那么深刻。我也相信 Joanne 会极力挽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 Miss Dunn 突然站了起来，极力的挽留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我夏冰何德何能，他们要这么对我？其实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也只是个前台，最多是个主编助理。Miss Dunn 是在帮Joanne拉拢人心哦。你想，我就这样离开了 Beauty，
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事变动啊！啊，现在你要回去，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挽留住你的。我只是没想到 Miss Stone 会这样亲自出手。没有主编您，就没有今天被邀请回去的我。主编，你了解我的性格的。只要我想好了，10个 beauty 都留不下我。我忙里忙外忙了10几年，没想到今年我的生日就你来陪我过。我最付出心血的一件事和一个人 ，Beauty 和洛天，看来2个都要同时离开我啦。你说过的，你不会放弃和洛天的婚姻的。心里越是没底，越会把话说得满。我做了很多种的假设，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了，要是万一被我捉奸在床，我会怎么样对待，说些什么样的话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就能和一个女人这么没完没了的秉烛夜谈，这让我怎么办？老天爷就好像故意和你开一个玩笑，不管你准备的怎么样充分，他都可能随时让你连本带利的输个大精光。可你至少还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我连跟谁打仗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为了这个吵，明天为了那个吵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不是输给了某个人或某个事情，而是输给了时间。我好想回到过去，回到过去我们恋爱的时候。可现在，除非有奇迹出现，否则真的很难再挽回了。我们看似走的是不同的路啊，结果都一样，是不是？你转了一大圈，结果带着个小不点儿，完全又回到了原点。哎，愿天下所有女人都不会再为爱烦恼。愿天下所有女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queen。这 queen， 允许我介绍一下，孙小美，过去在 Beauty 的同事。前2天她刚辞职，希望来到 Queen 和大家一起工作。欢迎。我和孙小美之所以愿意放弃如日中天的 Beauty， 跟随主编来到 Queen， 那是因为曾经我们都深受主编的影响。我相信通过主编的创造力和执行力，一定会让 Queen 创造又一个奇迹。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许下个承诺，我们的 Queen 载誉而归的那一天，荣誉是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我得先跟你们说好了，你们送上来每一期内容，允许有瑕疵，允许有偏执，甚至你们的观点幼稚，我都可以容忍，因为这些可以改啊，可以教的。唯一我不允许的是各种抄袭。之前你们都是这样做的吗？所以 Queen 才越做越差。但是这一季流行的东西全球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杂志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从这3本杂志里来的。
而这3本杂志是我随便走到哪个街口的报刊亭都可以轻易买到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做的不是读者文摘，是时尚杂志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去跟随潮流，而要去引领潮流。Queen 是什么？在我心里 ，Queen 是自信，是强大，是做你自己，让别人去膜拜。说得好。今天晚上6点钟，我们都留下来加班啊，大家一起讨论，重新选下一期的内容。晚饭和夜宵我会请客，小美啊，你找点好吃的，晚上犒劳犒劳大家，也算是给你们俩的欢迎会。谢谢。好吧，工作。主编，哎，夏冰，坐。我们之间啊，还有一个最俗气，但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没谈，其实有点难以启齿。按理说，你拒绝了9万跑来这里帮我的忙，我实在是应该给你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offer。主编，我要是为了这个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里出现了。你相信我，给我6个月的时间，6个月之后，Queen 这里的一切各方面都会好过 Beauty，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拿得出手的 offer。6个月，会不会野心太大了？6个月才能报9万的一箭之仇，对我来说 too long， 太长了。这个算是给你的一点点补偿。我的那个包，我一直把它收着，放在我身边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它还给你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。这个是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卖给你的，现在我还没还你钱呢，我怎么可以把东西先拿回来？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夏冰，你跑来这样帮我，现在以后你都愿意站在我的身边，这价值哪是一个包能换来的呀？你相信我，占便宜的是我。不等夏冰了，来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正题。我们这本杂志下一期开始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大改动。这不能说改就改吧，至少要先通知一下广告商。今天晚上我们开完会，你们就通知啊。能继续合作的就继续合作，还是喜欢旧版的，那就让他们找其他的杂志去合作。走了多少，我再帮你们找回多少。我说过我会是你们的坚实后盾。哪有这么容易啊？不然我们就谈好的就不改了，先改其他的。我说的改动不仅仅是内容上的，是我们这本杂志的整个的精神和宗旨。对不起。夏冰来了。主编，咱们这儿以后不会成幼儿园了吧？对不起，今天特殊情况。没事。可你这样带着孩子来开会，会全身心的投入我们的工作吗？我保证，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一定一字不漏的听进去。你们可以随时对我提问，我如果影响了工作，那我立刻就走，好吗？说到选题呢，我特别想做一篇专访，就是问问咱们夏冰是怎么在短时间内从一个前台摇身一变，来对我们发号施令的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怎么样，他为什么？我过去作为一个前台，没准比你们在座各位编辑学到的都多得多。我现在手上有你们下午临时抱佛脚做的选题，在我看来，几乎没有可以用得上的。我们的杂志叫 Queen， 是女王。可是你们现在报上来的所有选题都是男人喜欢女人穿什么，男人喜欢女人做什么，男人喜欢女人什么，男人喜欢女人什么。这是女王吗？这是女仆。女王是什么？女王是穿自己爱穿的，做自己爱做的，
自有男人来欣赏。如果你们都是一味的去迎合男人来获得爱情和婚姻的，那对不起，你们今天根本没有资格坐在这里来做这本杂志。不瞒你们说，今天我把孩子带来这里工作，原因是我被离婚了。最爱我的那个男人，他跟我提出离婚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要在过去，我肯定就崩溃了。但是现在，我还依然在这里工作。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成为 queen 了，但至少我在努力摆脱附属品的标签，做一个独立明亮的自己。对我来讲 ，queen 并不是住在一个遥不可及的皇宫里，它是在你们、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多少张啊？写的20多张啊！我护士证我一封一封帮你去讨着要，你净在这浪费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浪费的话，别人管你收钱了。就你点破人参还何首乌还分配呢？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呢，在那乱写。我让你去找包帅，你找了没有啊？我找了，一趟一趟的麻烦人家。我等他，如果不是以后也许没有机会了呢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小囊肿，你至于吗你啊？哎，人家癌症患者啊，人上手术台之前都没像你那么紧张。现在说是这个良性的，也许拿出来一化验是恶性的呢。这如果在做手术时候，这医生放了个血管，这个囊肿没拿出来，我的人就完了呢。这个人呢，哎呀，上了手术台呀，就跟上了飞机一样，这个命就交给人家了。哎呀，不，打电话给夏冰，让他忙完了赶紧过来啊。哎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不方便写在遗嘱上面，我必须向你坦白。这冰箱后头呢，我放了2000，在家里我们衣柜的上边有鞋盒，里边还有3300啊，你记得了啊？我这些都知道。啊？老夏，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大的存折，你藏在什么地方啊？万一哪天我要是搬家的话，那大存折就留给别人，你得好好想。有的说一传一，你想，我就那2000，这3300就仔细想。阿姨，我帅啊！对呀，安慰安慰你叔叔，看看他把遗嘱都写好了。行，赶紧给我煲那汤吧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他紧张的呀！赶紧安慰安慰他。不要管他，你先坐下。叔叔啊，别写这个啦，明天只是个小手术，没事的，我帮你把这收一收啊。不，说呀，这个如果我明天昨天回来的话，你转个圈回来的话，这我们的事情呢，可以以后慢慢再说。可是这说不准，我被阎王爷叫去喝茶的话，那就没机会了。所以你现在必须答应我啊，帮我照顾夏冰跟满满啊。哎，叔叔，你明天做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，我保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你上午做完手术，下午你就可以下床走路。再说，夏冰跟满满任何时候需要我都一定会竭尽所能。这句话我不是说了5遍了吗？我知道。你倒是要安抚我这个做手术的焦虑啊！这是谁啊？爸。哦。哎，包帅也在。爸，你还没睡啊？都很晚了，我来陪你，让包帅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人家明天上班呢。没关系，叔叔，明天我请假来陪你做手术，好不好？安抚你的焦虑，你养精蓄锐。最好的状态面对，
那要考虑啊。你好好休息啊。走了。谢谢啊。考虑啊。考虑什么呀？考虑。妈呢？我这回去炖汤去了。炖汤？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手术之前不准再吃东西了。这就喝点参汤吧。人活着是一口气，肚子打开之后，这气一走，这人就完了呀。你就自说自话吧。但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事情不许管，不要给我瞎出主意。刚你们在里面说的话，我在门口都听到了。可是女儿啊，明天我就做手术了，这性命攸关的。人家鲍帅都说了，小手术没问题的，这你不相信？那凭什么他说他来照顾我跟满满，你就能相信？这什么呀？写的？你写的？想太多了吧？小手术没问题的啊，不要那么焦虑，好好休息。你现在睡觉是最重要的，赶快睡觉吧。来，躺下。鲍帅，我们已经离开新加坡，去英国了。先别擦了，你别擦，一会儿我呢赶紧吃药了。睡下去了。你真的要到杭州去啊？那个郑儿和凡哥他们去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就是我们仨都去，人手还不一定够。我不去能行吗？仙仙一个小丫头在那地方那么仗义，我都盯了1个星期了。说是现在终于盯不住了，我都想象不出来盯不住是啥滋味儿。能不去吗？一会儿啊，赶紧睡觉，明天睡到自然醒。我开车，咱们俩去杭州。啊？我可不去。我跟你到杭州去，不是还要跟你去工厂吗？那多给你添麻烦呢。怎么会？叫李阿姨来。哎，别！你提谁你也不要跟我提李阿姨，最不靠谱的人，什么事都是最先开溜的人。那人家又不是咱家亲戚，我们也没有权利老拽着人家帮我们家的忙，对不对？那你把我送到养老院去。我知道你开不了这个口，我自己想去，我现在自己想去。妈，这个事情不是我能不能开得了口的问题，我从根儿上讲就绝对不允许我自己的亲妈跑到养老院去住。不就是你出差这几天吗？就几天，咱们能住一个什么样的养老院？报上都说了，说好养老院，你就是排100年的队，你都未必能排进去。你说就这几天，那你住的养老院得什么条件？再差的条件我都能忍，忍就过去了。啊，帮我到网上去查一下，好吧？我去。你看你又不听话，帮我查一下。就这么定了。阿姨，别那么紧张。没有啊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怎么样？哎，小李妈，刚刚推进去。
其实这辈子啊，我就嫌你爸爸这个唠叨，嫌他没用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要是离婚不丢人的话，我早就跟他离掉了。刚才推进去时，他还在那唠叨呢，他。但这会儿突然安静下来了，我又特别害怕。妈，你说你平时嫌他烦，嫌他话多，嫌他唠叨，现在真没人跟你说话了，你还真不习惯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没事。丽莎，怎么样？病人在手术前是不是吃了东西？啊？是谁让你们给他吃东西的？那个他就喝了一点点那个参汤。现在他是吸入性的窒息，就是因为吃了东西。他把人参给搅进去了。现在正在签字呢，你们家属去签个字。签字，我来签。这签字签什么呀？家属要执行签字，他们才能够抢救。你夏冰，我写不出来，来，你签。这是怎么签？你赶紧这些签你的名字就行了。医生，你们一定要尽力抢救我爸。我们会尽力的。没事。搬走了，你可以回来住。存款、贷款、房子里的东西我带不走，也不想带走。这以后你和你喜欢的人过你喜欢的生活啊，我不会过问嘛。拜。吓死我啊！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我已经到了阎王殿了，阎王爷问我准备好了没有。我说过年的事情还没办好，他就让我回来了。你吃什么那些破人参啊？差点要了你的命！要不是人参，我还回不来呢。你还人参呢？我把那些破人参我全给你扔掉。那些中药啊、补药啊，管什么用啊？啊！关键的时刻真的一点都不抵用。再见过啊！你要喝水吗？我要尿尿。啊，他要尿尿，给我来。他们是吵吵闹闹一辈子，可到关键时候，还是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这几天你爸住院的时候一直找我来，他一直在跟我说，要是你跟元宝离婚了，我能不能照顾你跟满满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我就只好跟他说，我找时间，我跟夏冰说啊。
哎，你应该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。我觉得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。在职场上，只有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，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否正在经历离婚或家人身体不好。你只有自己保持最好的状态，才能签下更多的客户。现在对我来讲，满满、爸妈、工作，都比谈情说爱来得重要的多。自己不够好的时候，爱情、婚姻也不会太好。哎，你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拒绝我喽？你抛弃过我一次，我拒绝你一次，扯平了。你了解我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我真想要跟你在一块儿，即使为了你和元宝早早就分开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可现在我没有想过跟你在一起，即使我跟元宝离婚了，我也是不会考虑的。其实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你，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。当年你回来，他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回来，你时不时的来帮我，他就要假装是你的女朋友，跟你东奔西跑。我想他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你说的我都懂，但我们先不说这个，陪我坐一会儿，陪我坐一会儿就好。哎，你看这张床行吗？就这样。哎，对。这儿好吧，还一个人，我觉得挺干净的。小了点啊。都看了好几家，就只有这么一个床位，多不容易啊！那个小就小了，不能跟家人比呀。那个，麻烦问一下，就是像这样的单人间，我们这儿没有了，早就订完了。你们今天晚上住吗？住，今晚就住。你还是跟我去杭州。不想跟你走来走去，我就住这儿，我愿意住。你不是一会儿就要走的吗？赶紧回家，给我拿点东西来。你去杭州怎么了？拜托你了，我先去办个手续。行。哎，阿姨，您先坐。阿姨，开水啊，小心烫。您看，您还需要点什么？我去给您拿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就住几天。我儿子出差回来，我就要回去。我知道您是住几天的啊。这床位啊是有人订的，1个礼拜以后要住进来的。您啊是来得巧了。他病得挺严重，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你姐要买的房子，你帮她找好了人没有？叔啊，俺找上海了，俺找工作的活子全靠你了。我
我是 Joanne， 晚上有空吗？你最近是怎么了？这日子过得好像有点不太像你。怎么连手机都关机了？我只好打到你的工作室去了。我只把一些事情都会给我，让我自己去处理。发现还真多呀，又是这个找，又是那个找，烦人。所以我就干脆我看他是等着你回去求他，继续做你的管家呗。那木子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处理，而且要一个很好的结果才可以。他以为我会焦头烂额，可是呢，在我看来，有些事情呢，他也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，那就是不处理，事情也会过去。好，不错，挺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干脆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出去玩玩，走一趟，散散心？哎呦，你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哦。How do you like Paris？ 巴黎。我们可以去一趟啊。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我的机票都买好了，只要你 OK，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你这刚当上主编，你走得了吗？我又不是李木子，我可以放手的。我要不当这个主编，我相信大把人想坐上主编这个位置的。就是我们这么一走的话，也许就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哦。是啊，去展开另外一种生活，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啊。而且我知道，我们两个向往、喜欢的那种生活，不是都一样的？你知道我向往那种生活，但是，我知道，你不用急于现在就回复我呀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反正这机票上是有效期的，如果过了这个有效期，我自然就知道你给我是什么答案了 ，right？ 10天，我相信10天足够，就让你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的。夏冰啊，那现场你盯紧点啊。总之，咱们要的是 Queen 的风格，不是 Beauty 的。主编，你放心吧，这里都交给我。啊，明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即使这些工人在加班加点的赶，那也赶不上我们的交货时间的。如果请临时工的话，又特别贵。我们可不可以跟接货商那边说一下，我们就只是拖延几天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拖延的话，就算他们给了咱们的期限，以后单子给不了我们。还有多少临时工啊？
加上我们4个，至少需要20个。就算是咱们雇了这20个工人，万一还是拿不到后面的单子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哎，我们就豁出点钱，再请10个工人行不行？还有我们4个呢，我们4个人就可以干10个人的活。我们扛一下怎么了？疯了！我们4个什么都不会。可以剪线头，熨衣服，然后叠衣服什么的。那这些你能不会吗？拼了！我还不信了。我负责叠衣服，我熨衣服，这我干。那我就剩剪线头了，会不会太简单了？你如果剪一晚上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真的太不简单了。干活干！嗯。哎，妈妈你好不好啊？还好，都习惯的。我今天我要在这边加班，我回不去了。那你忙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一会儿就睡了，啊，你在外面小心点啊。拜拜，妈妈。喂，妈，这么晚你还没睡啊？找我有事吗？没事，那个就想跟你说说话，就像以前你在家里的时候，好的不好的，高兴的不高兴的，就这么聊聊天瞎说。妈妈睡了吧？他睡了，他很好啦，你放心啊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想满满啦？我改天带满满过来看你好不好？不用，我这2天太忙了，没空。下个星期吧，下星期我就有空了啊。哦，好，我有空就带满满过来看你。你注意身体啊。嗯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再见，晚安。那医生说了啊，后天咱们就可以出院了。后天礼拜5，索性呢再住2天，礼拜1再说啊。你把医院当干嘛？当5星级大酒店了？没事儿，谁愿意住医院呢？到礼拜1呢，我叫包帅找一个熟的医生，再给我开张单子，这上下再检查一次，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囊肿啊。看你开刀开上瘾了你啊！你不知道啊，这2天呢，我这医院是睡得最好的。你看医院这么多熟人，这才叫高枕无忧啊。那行，那咱回家啊，把我们家也装修成病房啊，我给你买个摇床，哎，完了你吃饭的时候吧，我给你摇上来，睡觉的时候给你摇下去，哎，我也买套白大褂，我扮成那个医生，要不我这样。我也买套病号服，我睡在你边上，像个病友一样，你这样就踏实，对吧？夏冰今天来不来？夏冰送鲍帅去了。送鲍帅？鲍帅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去英国。去英国？哎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呀？这一定是夏冰能说一点人家不喜欢听的话。哎，这孩子，人家不接受就不接受嘛，干嘛把人气走呢？你叫我以后怎么办呢？人家是你亲儿子啊，非得听你的。我是把他当儿子吗？不，干嘛？拿电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，你走路就跟中风一样的。电话，哎呀！我爸要我告诉你，他把你当儿子看待。让我问你要英国的地址，说是想给你寄补药。
你帮我找个借口应付他吧。他那些东西其实我不敢吃。一路平安，代我向朱丽叶问好。我会。自己保重。其实上次你从这里走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，其实我也来了。我躲在门口看着你走，没想到这次又是在这里送你。保重。妈，李阿姨，夏冰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妈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满满了，我想带上妈一块去接满满。妈在吗？你不知道啊？你妈去养老院了。养老院？为什么？还问为什么？儿子出差，媳妇不管，你让老太太怎么办？活活的饿死不成？本来呢，我是好照顾她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呢在看房子，天天忙得不得了。今天好不容易抽出半个小时来，你妈老早给过我钥匙的，让我给她浇花。我进来看到全是灰，所以打扫。哦，不了，谢谢李阿姨，谢谢你啊。那个，你知道养老院的地址吗？就是这间房间，您看是它吗？谢谢。妈，是我，我是夏冰。夏冰，你来了，真的是你呀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？习惯吗？挺好的，有读报的地方，有打牌的地方，还有健身房。满满呢？满满没带来啊？满满去早托班了。哎呀呀，来，别坐了啊，坐我这儿。怎么啦？那个床上的老太太今天走了，她去哪儿了？中风，并发症，死了。那你干嘛不让人给你换间房间呀？没有房间，我这个床是订好的，宝宝回来要给别人住的。可他说那边事情忙，要晚几天回来。他们让我住那个，我觉得不吉利，我不想住。妈，你别着急。我去找这边的负责人说说，给你换间房间。我问过了，他说没有空床。其实也没关系，白天我可以到阅览室，可是到了晚上，我就坐着等天亮。那个妈，你先坐着。我不是来了吗？我陪你聊聊天，好吗？我给你买一些水果，有葡萄、梨，还有苹果，我给你洗洗，好不好？嗯。
看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什么呀？是乌龟呀！啊，来抱着它，你玩啊！妈妈一会儿好多事儿要做，你就乖乖的在这里啊。Rocky 啊，你看你爸爸想我们了。喂，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？好啊。挺好的呀，就是忙些。好就好。那个，我想听听 Rocky 的声音。你等等啊。你现在说吧。Rocky 啊，爸爸有好一段时间不能跟你见面了。爸爸要去巴黎，等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多好多礼物，好不好？喂，你刚刚说你要去哪？去巴黎？喂，洛天，喂。主编，主编。啊 ，Beauty 那边乔安可能后天来不了了。他故意不来吗？他说他明天要去巴黎。夏冰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主编晕倒了，快点！那个，帮我看着孩子啊。美尼尔症，那这怎么会晕倒呢？好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这美尼尔症是一种内耳疾病，病因目前还没有个结论，已知的是精神压力和焦虑可能是造成此病的主要因素。不过一般卧床休息几天就会好的，不要太担心。这对他来讲最困难的就是休息了。不肯休息的人，身体是会让他休息的。你们要多陪陪他，有利于他恢复。主编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我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睡了。谢谢啊，医生。好，不客气。谢谢医生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夏冰。主编生病了 ，Rocky 可能需要你照顾几天。啊，他们的地址，行，我一会儿发给你。哎，好的。师傅，麻烦你在前面掉个头，我要先去一下昌黎路的千鹤老年公寓。好，谢谢。妈，跟我回家。这怎么行呢？明天来了，我就跟这边的主管说，白天你在这边待着，晚上跟我回家住。啊？那你不是要上班吗？我既然可以接送满妈，那也可以接送你啊。既然有托儿所，那也该有托老所。那我们一老一少让你这样，行吗？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？走吧。我当然是愿意的。走。真的啊？真的，你走了啊？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。你要看什么？我帮你调。那个遥控器坏了，我说天气预报它怎么不出来啊？宝宝不是在杭州出差吗？我想看看天气预报。妈，我们家的遥控器可以这么喊天气预报。
这是我爸妈家，你忘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我把你接来的，我爸住院了，我妈在医院陪他，所以我让你住在我爸妈家，这交通比较方便一点。你要看天气预报这么调，你看，这2个键我上下调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进入初夏时节，一般来说啊，这个暖湿气流都已经足够强劲了，但好晚了。妈，你今天穿什么去养老院？还穿昨天这件衣服啊？啊，去养老院穿衣服还有规定吗？我觉得你应该穿得鲜艳一点，不能总穿这样深色的衣服，显得灰头土脸的。老了，不用这么讲究了。再说我也没带。我拿一件我妈的衣服给你穿吧。啊，你等会儿，我去找一下。穿你妈妈的衣服啊？好点没？小兵把你叫来了。他让我告诉你，让你好好休息。他会把发布会所有事都帮你搞定，叫你放心。这太小了吧？挺好啊。我和 Rocky 住在这里还挺舒服的，现在也不用管你，轻松多了。其实不用把那个房子留给我，你跟 Rocky 比我更需要。我只有让自己搬出来，才能逼自己放下呀。否则你和Joanne去了巴黎，我怎么办呀？你本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个消息的？昨天你想出去旅游，我从来不会拦你呀。以前你想去哪儿，我都会支持，这次一样。即使你是带别的女人去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：如果你已经决定了要离开我，离开我们这个家，这段婚姻，你现在不要说，等你从巴黎回来再说吧。你和Joanne去巴黎，你要好好感受一下，看看那是不是你想要的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要趁这段时间要想什么办法把你们拆散了，我真的只是希望你能够多给我们一些考虑、体会的时间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回头我会把你在我那儿的50万打还给你。现在你不需要用到它，你旅游嘛，就好好玩一把。Joanne再有钱，你也不要用他的。李木子的男人应该是大方的，别让人看不起啊。怎么了？
怎么会改变那么大？为了是什么招数？你要认为是招数，那就算招数吧。真的，你要是真的认为九恩是你想要共度余生的那个女人，你就好好的珍惜她。都已经伤害过2个孩子、2个女人了，不要再伤害更多的人了。OK？ 反正有点雨，再睡一会儿。主编这2天必须卧床休息，有任何事情不要打扰主编，都来找我，好吗？那主编之前在 Beauty 的广告客户，现在转投我们来了，不过是做皮草的。我们拒绝皮草，当然就不能出现皮草广告。可那是一个大客户，而且是看在主编的面子上才跟我们。我们有自己的原则，原则之上再去谈交情和生意。那万一到时候出了问题呢？万一有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。好啦，明天发布会是早上10点。今天工作完以后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回去休息。明天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出现在我们的同行和客户面前，好吗？谢谢，工作吧。小美，Beauty 的九安不来，其他人呢？就给乔安发了邀请。你现在给 Beauty 的所有同事发邀请函，请他们合适吗？不仅合适，而且必要。你想，如果明天的发布会真的有我们预期设想那么好的话，那我想他们都会动心来 Queen 的。难道你不想继续和他们做同事吗？真有你的，难怪李木子说你是他的接班人。他们如果回复你了，告诉我，好吗？我这就去办。